当人上了年纪之后啊，身体呢会发生很多变化，尤其是我们的血管会呢开始老化变硬，出现呢血管堵塞的情况，这样呢就容易引起脑梗。所以呢，50岁以后的人晨起啊，若出现3种情况，就可能是脑梗要来了。第一个，舌头发硬。若是早上起床后出现呢舌头发硬、说话不清楚的情况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血液循环变慢引发的脑供血不足。所以呀，出现这种情况，可能脑梗是要来了。表现2，头晕头痛。若是脑部血管出现堵塞，那么早上起床时呢会有头晕头痛的情况，这时就要小心，很可能会诱发脑梗。表现3呢，眼前发黑。早上起床后，若是出现眼前突然发黑，持续一会儿呢又恢复的情况，那么也可能是脑梗发生的前兆，要注意。那想要预防脑梗平时呢要多注意血管健康，建议大家呢可以喝点苦荞茶或者是山楂水，这样呢有助疏通。肠道内堆积宿便，时间长了就会产生很多毒素，对人体产生危害，所以要及时的将宿便排出去才行。下面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每天做一做，对减肥瘦身、清除宿便有帮助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首先自然站立，双腿并拢伸直，双手相互抱住对侧的手肘，然后慢慢的举过头顶，腰背要保持挺直。这样坚持3秒，再慢慢的向下弯腰，身体尽量的靠向腿部。弯腰的时候要注意，双腿要尽量的保持伸直，弯到自己的最大限度，然后坚持5到10秒钟，再慢慢的回到站立的姿势。每天早上起床后反复的做30次，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排出体内的宿便。每天坚持练一练，有很好的瘦身、塑形、清肠的作用。只要坚持就能看到效果哦。大家常做饭的人，家里厨房肯定放了很多的食材，但是呢，你会发现有些食物放的时间长了，会出现发芽的情况，尤其是土豆。如果土豆发芽了，最好呢就不要吃了。因为土豆中含有一种叫做龙葵碱的有毒物质，正常情况下这种物质含量很低，但如果发芽变绿了，龙葵碱的含量就会增加。如果吃了发芽的土豆，很容易引起中毒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除了土豆，还有2种蔬菜发芽了也不能吃。花生，发了芽的花生很容易生成黄曲霉毒素，所以花生如果发芽了，最好都扔掉，不要吃了。红薯，红薯如果放置时间长了，也会出现发芽的情况，这样的红薯就扔掉吧，因为发芽后的红薯很可能会出现霉变，产生黄曲霉毒素，如果吃了对身体健康不利。所以不管是土豆、花生还是红薯，如果发了芽，为了自己的健康，都尽量不要吃了。红薯是既美味、营养价值又高的一种食物。红薯属于粗粮，经常吃对身体有好处。但是有的人会有疑问，吃红薯到底是升血糖还是降血糖呢？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血糖高的朋友，生活中饮食要特别的注意。红薯属于粗粮，正常来说对身体健康有益，但是红薯的升糖指数是比较高的，如果经常大量的食用，对血糖的控制是不利的。而有的人会说，有些红薯吃起来也不甜啊，因为红薯的品种不一样，虽然吃起来不甜，但是吃的时候也要控制好量，要不然还是会引起血糖波动。对于血糖高的人，可以少吃一些红薯，最好在吃的时候搭配着新鲜的蔬菜和水果，并且减少其他主食的摄入量，这样对控制血糖是有帮助。激素旺盛的女性通常会有3个明显特征，希望你都有。第一个，睡眠很好。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对维持内分泌平衡有很大的作用，如果雌激素充足，内分泌也会平衡，这样晚上睡觉也会睡得快，睡得好。但如果雌激素分泌不足，内分泌发生紊乱，那么晚上就可能会出现睡不安稳、失眠多梦的情况。所以睡眠好是雌激素充足的一种表现。第二个，皮肤好。
女性如果体内雌激素旺盛，那么身体的血液循环也会比较好，这样皮肤也会显得红润有光泽，让人看起来更加年轻。第三个，月经正常，雌激素的分泌和卵巢功能也有一定关系。如果雌激素分泌旺盛，那么说明卵巢功能也不错，月经也会比较有规律和稳定。但如果出现雌激素分泌不足的情况，月经就可能会受到影响，这时就需要及时补充雌激素了。女性朋友要注意，在很多人经常会出现大脑反应慢、记忆力减退，经常丢三落四的情况，对生活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不过大家不用担心，那今天教大家2个手指动作，对提高记忆力有帮助。动作1，先伸出我们的双手，手掌心朝上，然后用双手的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分别依次的敲击大拇指，这样反复的做30次，每天可以做2到3次。动作2，这个动作就是将双手握成拳，然后从大拇指开始依次的向前伸出，再依次的往回收，这样一伸一收为一次，反复做30次，也是每天做2到3次。因为我们手上有很多条神经连着大脑，这样刺激手指可以锻炼脑神经，对增强大脑功能有帮助。每天坚持练一练，可以让大脑更灵活，提高记忆力。建议大家没事的时候就多练。便秘是生活中常见的，导致便秘的原因也有很多，比如缺乏运动、饮食不当、消化功能不好等。便秘会给健康带来很大隐患，所以我们应该注意调理。下面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法，在我们大腿上有一个通便区，这个通便区就是大腿外侧的胆经，也就是裤线循行的地方。如果有便秘的情况出现，大家可以将手握成拳，从大腿外侧根部开始，从上往下慢慢敲打，一直敲到膝盖处，然后再原路返回。每天敲打2到3次，每次100下。敲打时力度不用太大，感觉大腿外侧微微发热、发麻就行。敲打胆经可以帮助我们畅通气血，刺激肠胃蠕动，对排出宿便、预防便秘有很大帮助。大家敲打完之后，还可以按揉一下腹部，也能够帮助消化，促进肠胃蠕动。对于经常便秘的人，平时还要多吃蔬菜和水果，因为蔬菜和水果中不仅含有大量的水分，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，可以帮助润肠通便。虽然胆固醇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营养物质，但如果胆固醇偏高，很容易引起血脂升高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而导致胆固醇高的原因之一，可能就是食物。最好将下面3种食物列入黑名单，这样有助血脂稳定。动物的脂肪，动物的脂肪中含有很多饱和脂肪酸。饱和脂肪酸会促使胆固醇的合成。平时我们吃的牛油、猪油、鸡油等都含有很多的饱和脂肪酸，所以胆固醇高的人一定要少吃。动物的内脏，动物的内脏也含有很高的胆固醇，比如肝、肚、脑等，所以胆固醇偏高的朋友，这种食物也尽量不要吃。腌制的鸭蛋，腌制的鸭蛋中含有大量的盐分，其中也含有很高的胆固醇，如果吃多了，容易吸收人体的水分，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，也容易导致体内胆固醇升高，对身体健康不利，所以也要尽量少吃。生活中相信很多人都忽略了肚脐，其实肚脐是健康的晴雨表，我们可以通过按压肚脐来判断五脏的健康与否。下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如果按压肚脐的左边出现压痛感，那么可能是肝脏出现了问题；若按压右边有压痛感，说明肺部出现了问题；若是按压上边有压痛感，就可能是经常上火、心情郁闷导致的；若按压下边有疼痛感，那么就可能和肾虚有关。那如果是脾脏出现问题，按压肚脐中心的时候也会出现明显的压痛感。所以大家可以自测一下，按压一下自己的肚脐周围，来看看自己身体是不是健康。下面呢，教大家2招，可以帮助调理五脏，延年益寿。将2手掌放在肚脐旁边的2肋处，然后从上到下的推向小腹。因为2肋是肝气容易郁结的地方，所以这样按摩可以帮助疏肝理气，养护肝脏，预防上火症状发生。
双手重叠放在肚脐上，然后以肚脐为中心做顺时针的按揉。经常这样按揉肚脐，能够刺激到神经，帮助身体排毒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帮助。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很多人养成了不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，导致身材走样，尤其是肚子越来越大，腰上赘肉越来越多。那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帮助减掉烦人的赘肉呢？在我们的肚子上有个刮油穴，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按一按，对瘦肚子、瘦腰有很大帮助。这个穴位就是关元穴。关元穴是我们身上很重要的一个穴位。关元穴是小肠的募穴，在我们肚脐下3寸，也就是4个手指宽的位置。按摩时，我们可以用大拇指有节奏、缓慢的按揉，速度先慢后快，这样循序渐进的按摩5到10分钟，每天最好按摩2到3次。对关元穴进行刺激，可以让食物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缩短，帮助促进人体对脂肪的消耗和利用，对减肥瘦身有很好的效果。除此之外，按摩关元穴还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提高肠道的消化和吸收，帮助排出宿便，预防便秘。每天坚持按一按，对腹部脂肪过多的人有很大帮助，大家不妨试一试。那除此之外，大家在减肥期间还应该多注意少油少盐，不要节食，合理安排自己的1日3餐，多进行运动，这样对减肥有很大帮助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。